这个老人的遗像暗藏着一个秘密，但所有亲人都在忙着寻找房本和存折，根本就没人注意。遗像中的老太太似乎一直在盯着某个地方。我觉得你们要找的东西可能在上面。果不其然，经过我的指引，老太太的家人很快便在通风管道中找到了被掩藏的存折和房本。突然，一颗弹珠从管道中掉落，而这正是我深夜来到邻居老太家里的原因。几分钟前，正准备休息的我，几次三番被楼下滚弹珠的声音吵醒，眼看久久无法入睡。于是我起身下床，打算一探究竟。谁知就在这时，一颗拇指大的弹珠竟从床底滚了出来。我鼓起勇气趴在地上，试图借助手机光亮找寻真相。不料，灯光扫过的瞬间，李婆婆，李婆婆是你吗？我被吓得全身颤抖，想赶紧下楼去李婆婆家问个清楚。谁知进门后得知，邻居李婆婆已经去世好几个小时了，所以照此看来，我刚才看到的一定就是鬼魂。我一直怀疑自己有阴阳眼，并数次将经历告诉家人，但结果无一例外，全都被说成患有心理疾病。家人四处求医，最终找到了著名心理专家方教授，而方教授又将我推荐给了他最得意的学生，知名心理医生许瑞宁。对不起，任小姐。嘘，听这个钟的声音，他的声音有问题啊，可能是机械故障，我明天让人来修。哦，我懂了。他走慢了。初次见面，我是任小妍。治疗开始以后，我将看到李婆婆鬼魂的经历讲给她听，可许医生却丝毫不惊讶，只是淡定地在本子上写着：既视现象。你一定是认为我看到的结果再去变造记忆，对不对？你不是第一个这样想的医生。没错，许瑞宁的诊断结果和之前的所有医生都一模一样。为了证明我真的能看见鬼魂，于是我又开始讲述我的另一段遭遇。那是不久前的一个夜晚，生日聚会后，我因为醉酒打算乘坐公交回家，谁知车却在半路出了故障，闪烁的灯光，空荡的车厢，感到有些害怕的我想要中途下车，不料司机竟然比我还要紧张。如此反常的行为使我下车后越发惊慌，结果一不留神，差点踩到蹲在地上画画的女孩。瞧见对方泪眼朦胧，我以为她只是与家人失去了联系，还好心的询问需不需要帮助。看着小女孩的惊讶神情，我本想再多问两句，不料刚刚坏掉的公交车已经修好，而且司机还好心的要送我一段。由于害怕，我最终拒绝了对方。谁知等车开走后，我竟看到前一刻还蹲在地上的红衣女孩不知何时登上了公交，并且一直用手指向车尾的牌照。一脸懵逼的我满心疑惑，结果一转身才发现，路边的围墙上竟密密麻麻贴着女孩被撞身亡、重金寻找肇事车辆的海报。原来女孩几天前就死了，她蹲在地上画的是自己的尸体轮廓，而那台公交车就是肇事车辆。明白一切的我立刻却拨打了报警电话，最终公交车司机被逮捕，而我匿名举报的事情也因此登了报。我将当时的报纸拿给徐医生，可对方却笑嘻嘻地表示他从来都不相信什么阴阳眼，况且报纸并没刊登我的姓名，说不定这个故事又是我看的报道后编出来的呢。我被气得想要离开，可徐医生却抓住时机，不停地问我年幼时被遗弃的经历。4岁那年，父母因为欠下高额的债务，选择一起自杀。结束生命前，他们塞给我了一封信，并将我带到游乐园，然后就再也没有出现。这件事使我对当时的场景记忆深刻，尤其是被送进收容所的那天，满天都在飘落着柳絮和红花。我的讲述似乎引起了许医生的好奇，他借口去卫生间，实际上却拧开水龙头打起了电话。因为木棉红花常见于南方，而收容我的孤儿院却在北方，所以他推断要么是我骗了他，要么是我的记忆出现了混乱。为了验证猜想，他一出卫生间便开始对我进行催眠。在怀表的来回摆动中，我立时就陷入了梦境。后摆的街道中央，我仿佛看见了一道非常眼熟的门。按照许医生的提示，我正准备去开门，谁知我的大拇指竟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扎了一下。看着伸出的血点，我仿佛意识到了什么，然后猛然从梦境中抽离。你看到谁了？不是我，不要来找我，我帮不了你们的，你们已经死了，请原谅我。见我的回答超出了他的设定，徐医生急忙提示说，我身后还有一道门，只要打开就可以脱离梦境。是502吗？502。听我的声音，数3下你就回来。3、2。一片好大的水池。一片水池？有一座桥。一座桥？懵逼的许医生一脸懵逼，仅仅眨眼的功夫，他便发现自己也陷入了梦境。大河、木桥、城市、乌云，而且在许医生对着陌生的环境感到困惑时，
他却看到我突然出现在身后，并将他推进了水里。徐医生在恐惧中沉入水底，并最终回到了治疗室。从梦境中醒来的徐医生非常生气，他大声地质问是不是我在背后搞鬼，而我则反问他：你身后为什么总是站着两个人？他们一男一女，女的头发披肩，瓜子脸，男的短发单眼皮，感觉不太爱说话。你认识他们吗？见徐医生默不作声，我直接推倒了手里的水杯。徐医生似乎很怕水，竟被吓得连连后退。就在对方快要发飙的时候，我又再次描述起了那两个人的样子。他们湿漉漉地站在房间里，就好像刚从河里爬起来一样。你看，他们身上的水都滴到你的肩膀上了。够了！你是不是不相信我，船长？徐医生仿佛被这两个字封印了一般，因为这是他死去爱人对他的昵称。缓过神来的徐医生极力想要结束对我的治疗，不管我是如何知道他的隐私，不管我是否真的有阴阳眼，他都不打算再管了。然而医者终究不能自医，我将想要逃离的徐瑞宁一把推回座位，然后不停传达两个鬼魂对他说的话。那女的说，你问过她的问题，答案是一辈子。随着记忆的逐渐加深，许瑞宁终于回到了那个曾经最美好的时光。8年前的502酒吧，他和妻子高小琴一起给他的好兄弟骆宇松庆生。欢声笑语过后，喝了酒的许瑞宁却坚持要亲自开车回家，结果在路过一处跨河大桥时，车辆失控坠入了河里。妻子和好友的离世让许瑞宁万念俱灰，而这也就是他很怕水的原因。见许瑞宁已经将往事全部记起，于是我便强调说他的妻子和好友已经原谅他了。而许瑞宁在听到这话后，终于放下了压在他心里8年的石头。你能不能告诉他，我爱他，我一直爱他。许瑞宁打开心结，治疗至死结束。随着时间的停止，我也终于说出了那段所有催眠终止都必须要说的话。当你醒来的时候，你会想起所有的事情，放下所有的担子。3、2。顾杰，没错，顾杰才是我的真名，而任小妍是我的曾用名，所以需要接受治疗的其实不是我，而是徐瑞宁。当年的那场车祸，致使徐瑞宁患上了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。在经历了一段痛苦的折磨后，身为心理医生的徐瑞宁对自己使用了他最擅长的治疗方式——催眠。表面上看，徐瑞宁似乎已经忘记了当年的所有事，完全可以正常工作和生活，但实际上他是经常梦游，记忆紊乱。为了彻底治好儿子的病，徐爸徐妈找到方教授，想请他出手。可作为徐瑞宁的老师，方教授非常清楚这件事很难办，因为徐瑞宁是国内顶尖的催眠大师，一般的手段不仅无效，甚至根本就破不了他的防。为了出其不意，一击必中，所以方教授想到了他的另一个得意门生，也就是我，顾杰。徐瑞宁专攻的是恍惚催眠，而我擅长的是清醒催眠。顾名思义，就是可以在人清醒的时候，毫无察觉的使其进入梦境。为了以患者的身份接近徐瑞宁，于是我们编造了阴阳眼的故事，然后在趁他下班疲惫之际，利用室中的指针对徐瑞宁进行催眠，使他忘记我同班同学的身份。3、2、1。初次见面，我是任小妍。清醒催眠，抹除身份只是第一步，最关键的其实是预防反催眠。由于任何抗拒都会被发现，所以我从他准备用怀表对我进行治疗时，就已经在手里握了一根牙签。一旦意识到无法控制自己，我就会用最后的意识握拳，去使牙签扎破大拇指，起到自主唤醒的作用。3、2、1，一片好大的水池。然后在被治疗的过程中，我逐渐透露出水、桥、502这些信息，让徐远宁恢复被他催眠遗忘的记忆。最后再通过阴阳眼传递已经故去人的原谅，使徐润宁彻底打开心结。当然，方教授安排我来治疗还有一个原因，那就是我也是那起车祸的受害者。因为当年去502酒吧的，除了徐瑞宁、高小琴、骆宇松，其实还有我。徐瑞宁和高小琴是夫妻，而我和骆宇松则是即将结婚的恋人。当年要不是因为我有事先走一步，可能悲剧就不会发生。顾姐，真难为你了，他放下了，你呢？面对恩师方教授的询问，我竟不知该如何回答，因为8年前那起车祸的真相将会在我的催眠下永远遗忘。我为什么会死？你为什么要杀了我？不是我，真的不是我。